各位朋友，中国湖南石门县遭遇历史罕见的极端暴雨的袭击。5月17号以来，特大的洪水已经导致10.48万人受灾，灾情严重。5月17号到21号，石门县遭遇破纪录的强降雨，其中呢，湖平山镇的6小时降雨量达到了240.6毫米，2小时下了北方1年的雨，24小时的累计雨量高达339.2毫米，突破历史极值。暴雨引发了河水水位暴涨8.76米，超历史的最高水位4.58米，部分村庄被淹至2楼，吊桥10秒内就被冲毁。截止到21日，灾害已经造成了6人死亡，10人失联，近11万人受灾，1.6万人紧急的转移，多地的房屋被泥石流掩埋，屋内的淤泥深至小腿甚至是大腿根部，家用电器尽毁。有的这个乡里边5000亩的茶园结收柑橘园也大面积的被摧毁。23个乡镇现在是断水断电，3个村通讯完全中断，G241国道等主干道多处塌方，救援车辆无法通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现场的情景吧。5月17号8点到20号8点，湖南省常德市遭遇历史极端强降雨过程，全市平均降水量达到了115.3毫米。其中，石门县局地降雨强度突破历史极值，遭受特大洪水袭击。截至昨天8点，已造成6人遇难，10人失联。目前，搜寻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在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本轮强降雨主要集中在湖平山镇、索街乡、南北镇等乡镇，特别是湖平山镇，6小时累计降雨量达244.5毫米，24小时累计降雨量达359.6毫米，均超石门县历史极值。强降雨导致主要河流水位急剧上涨。全县共有42座小型水库溢洪，截至昨天晚上6点，仍有2座水库在溢洪。初步统计，全县共有23个乡镇区场不同程度受灾，受灾人口达到了10.48万人，桥梁、道路、通讯、供电、供水等设施严重受损。截至21日8时，全县因灾死亡6人，失联10人。消防救援人员介绍，截至目前，共组建5支搜救分队，分赴5个重点点位，全力搜救失联人员、转移被困人员。但由于一些路段受阻，目前部分群众转移难度较大，搜救排查难度较高。部分区域因路况有限，无法实地排查全部的指定地点，在利用无人机、红外设备排查时就受到山区大雾影响，搜索的范围有限。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开展救援。针对道路以及电力损毁等情况，目前当地已组建73支队伍，紧急抢修重点路段桥梁、通信及电力设施。截至昨天晚上6点 ，G241国道已全部恢复通行，有1条省道、3条县道仍在管制中，集镇供电已经恢复。完了！这些车全都从上游冲下来了，一辆接一辆，到处都是飘下来的车，太离谱了！这哪里像下雨啊，简直就是在往湖南灌水，整个河道都全堵满了，不知道这些车里到底有没有人。哎呀，这次又受灾了。水马上要灌湖里去了，我说，这儿搬民头去，我说好，这就灌完屋里去了。老天爷，你要睁眼睛啦！这个雨再继续下的话，我们所有的这一亩田全部安了。你们看我的家，你们看我的家啊，这害，你们挖。今天又挖个谷，这真是喊天天不应呐，喊地地不灵呐，老天爷害死老百姓呐！道上那就是富平山，千年难遇的洪水
1楼马上捏完，我的天哪！完蛋了，我这回10年的努力都毁于一旦了。是我们这里一个大桥通车了，现在不能通车了，还在垮，马上要断了啊！这个桥上渣已经全部崩到这儿，全部崩到这废。你过来看，你们看，我家的1楼马上干完了，哎，造孽啊！水好恼火啊！西瓜还泡啥大子？要吃西瓜的就来呀！免费送啊，这自己来折。这要吃就西瓜的就来折，全是的这10几万斤了。广场全部冲成这个样，小卖铺的东西都冲出来，天灾。因为马路上面全部淹了，那个桥也即将覆没了。这个路上，你看别个的小区里面，满天了，这不是1楼2楼也不淹了吧？外面，在马路上面，全部被淹了。那个车库哟，已经装满了。哎呀，那里面的车全部没用的。大家看啊，看那个水看那么往下流的话，不出1个小时车库桥被淹啊！你们自己看，快一点把车子挡上去，从南门上去。各位大神哦，快来把你们车开走！哎呦，1个、2个、3个、4个、5个、6个，哎呦，安起了。水越来越大，这就是2007年的发枪，今天又再次冲击，所有的车子全部变成冷船了。哎呀，原来这里藏了个游泳池啊！我的个妈呀！这开发商搞了个什么玩意子积水了？我仓库的药水、废料全部都被水打起泡的呀！这下就搞个屁的呀！是，这就不得了啊！这是。
出差回来，家没了，床都飘起来了。这我箱子，最重要的就是我的电脑呀，我的电脑还在这里面啊。我的电脑，你看这个水已经退了啊！你看我这电子这点一盆入洗啊，底下点已经全部成那个样子，所有的冰箱、冰柜、桌子，所有的电器啊，全部这把坛，啊，全部一盆入洗，全部都打得爽爽净净跟是。买个新电视儿，有点没用的，这这没磨的都给我打垮了。然后我就没敢保护你，你看这上面，然后我装的这中央空调，全部墙都打穿了这，我的中央空调全部打成这个样子的。然后我的这个玻璃全部都打没得了。看着现在水小袋儿，这硬是冲的磨的都没得的。没样的这电子里头的，真是俺这后头全都冲的。那点，你看这机面砖都冲起泡来了，那是。你看这预制板都冲熟的了，这楼上的预制板。辛苦奋斗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虽然说是天灾，但是未尝有没有人祸的成分呢？这个讲别这声势太大了，这个大棚，这草莓的一摊平了，声势太大了。是一个换活子，也是好的东西。你想想这户人家是什么情况，你就知道。冰箱、冰柜，好的东西，太残忍了。这是2020年5月18号特大洪水，那个小车已经解体了。屋边也是的，屋边我老人啊，知道上2楼的。我老人家还只怕蚊子的。对，老人家只怕蚊子。哎呀，还天天不念，还地地不念。
今日上午，2架满载方便面、矿泉水等生活物资的直升机从常德市石门县全民健康活动中心操场起飞。现在我们飞行的地方已经达到了海拔高度1000米，你看这些地方一旦发生灾情，人员根本没法上来。现在最有效的手段是我们直升机还可以到达。经过1个多小时的飞行，直升机飞抵湖平山镇，通过悬停的方式将物资通过绳索投递给当地村民。我是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李璇，现在我身处的位置是石门县湖平山镇的直升机起降点。接下来我们将搭乘我身后的这架直升机，奔赴灾情严峻的金家河村，记录救援人员空中巡查、人员搜救以及应急物资的投放。现在我已经到了后加岭人员转运点，现场有哪些具体的情况？我们请南北镇的镇长为我们介绍。根据天气预报，我们这里啊，明天可能还会有新一轮的降雨，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个后加岭的人要安全的转移出去，避免发生这个次生的灾害。后加岭这个地方啊，公路出不去，现在已经转移出了33个人。晚上一整夜没有睡觉，就带了几件衣服，山塌下来就把我们房子全部掩埋了，没有办法，什么东西都转移不出来，只能先保命再说，太心酸了。过河都是哭着过去的，一直掉眼泪，那个河太恐怖了，我从来没有看到发这么大的水。这里是湖南湘西龙山，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龙山的第3中学。由于这2天的一个暴雨，造成了全城大面积的涨水。作为一个中考生的家长，出于对小孩子的一个担心，因为可能有很多外地的一些朋友、一些家长，也比较关注小孩子的一个考试的情况和目前龙山涨水的一个情况。我希望大家也不要焦虑，你安排好小孩的一个接送时间。现在呢，我给大家看一下我的身高是1.65米，现在我是站在一个坎上，给大家看一下水位已经涨到了我的脖子这个位置，但是呢，我相信学校也好，老师也好，都会合理的安排学生的一个安全问题，大家也不要过分的担忧，好不好？校门口的这周边的门面已经安了一大半了，汪洋大海。村干部哭了，对着镜头哑着嗓子抹着眼泪。你可能会说，一个村干部有什么好哭的？可他不是想哭，他是忍不住了。湖南石门县龙池河村全村900多人，从5月17号开始，暴雨一场接一场，山洪来了，路断了，电没了，网也没了。村支书向金元脚上那双雨靴就没怎么脱下来过，3身衣服淋湿，重感冒，嗓子哑到几乎说不出话。村里没地方办公，开会只能借老百姓家的屋子，全村的责任都压在他身上，话还没说完，眼泪就下来了。压垮这位村支书的不是辛苦，是那种怎么干都干不完，怎么救都救不过来的无力感。路断了他得管，信号断了他得想办法往外报信，老百姓害怕他得去安慰，电话打不通他只能扯着嗓子一户一户喊，群众要转移他得冲在前面，物资要进村他得盯着路线，家家户户的情况他心里都得有数。可他也是普通人，他也会累，也会怕，也会在深夜里撑不住，只是很多时候基层干部不能先倒下，所以他一直扛着，扛到嗓子哑了，扛到眼泪自己掉下来。这就是基层干部最真实的一面，有心无力的时候还在全力以赴。哭的不止他一个，湖平山镇杨家坪村党支部副书记饶地科自己家也受灾了，1楼被水淹过，可他却把自己家腾出来变成灵山置点，收留了20多位村民。
灾害刚发生的时候，村里被困住了，车进不来，信号也没有，所有消息只能靠人走出去。后来，当他说到车终于能开进村里时，突然哽咽了，一边说着对不起啊，一边转过身去。在灾害面前，基层干部最难受的地方就在这里。你知道大家都在等你，你也知道自己已经尽力了，但你还是会觉得不够快、不够多、不够好。这不是一个人的情绪，这是很多基层干部共同的压力。平时大家眼里的村干部就是填表、开会、调解纠纷、通知事情，很多工作琐碎到没人注意。可真正到了山洪冲下来、水灌进家里的时候，第一个敲门喊你转移的往往就是他们。胡平山镇泥沙社区党总支书记文书年凌晨冒着暴雨挨家挨户敲门，敲了上百户。为了救人，他差点被水冲走。事后想起来，他说真的后怕，可他跟家里只说了一句没事儿，很安全。胡平山镇天平村党支部书记王涛知道村里受灾，他一定要往回赶，车开不进去就靠2条腿走，走了1天半，终于走到了村口。村民看见他，很多人眼圈红了。为什么？因为村干部回来了，大家心里就有了主心骨。大胜村的雷光汉自家没被淹，却开车去山上取水，免费送给缺水的邻居。有民宿老板把房间腾出来变成临时安置点，受灾轻一点的村民拎来蔬菜腊肉给大家一起做饭。石门县转移安置了18000多人，设置了20多个临时安置点，31台运输车辆在山路上来回跑，米、油、蔬菜一批批往里送。在那些叫不上名字的山村里，还有很多个像金元、饶地科、文书年、王涛正穿着满是泥水的雨靴，扯着哑掉的嗓子一遍遍交代这个叮嘱那个。他们可能不会说什么漂亮话，但他们用行动告诉大家，村子没有被忘记，群众没有被落下，有人还在扛。在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本轮强降雨主要集中在胡平山镇、索街乡、南北镇等乡镇，特别是胡平山镇，6小时累计降雨量达244.5毫米，24小时累计降雨量达359.6毫米，均超石门县历史极值。强降雨导致主要河流水位急剧上涨。全县共有42座小型水库溢洪，截至昨天晚上6点，仍有2座水库在溢洪。初步统计，全县共有23个乡镇区场不同程度受灾，受灾人口达到了104800人，桥梁、道路、通讯、供电、供水等设施严重受损。截至21日8时，全县因灾死亡6人，10年10人。消防救援人员介绍，截至目前，共组建5支搜救分队，分赴5个重点点位，全力搜救失联人员、转移被困人员。但由于一些路段受阻，目前部分群众转移难度较大，搜救排查难度较高。部分区域因路况有限，无法实地排查全部的指定地点，在利用无人机、红外设备排查时又受到山区大雾影响，搜索的范围有限。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全力以赴开展救援。针对道路以及电力损毁等情况，目前当地已组建73支队伍，紧急抢修重点路段桥梁、通信及电力设施。截至昨天晚上6点 ，G241国道已全部恢复通行，有1条省道、3条县道仍在管制中，集镇供电已经恢复。洪水无情，人有情中国解放军呢也紧急赶到现场参与救援，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呢都在现在都在支援来对抗这场历史上少见的特大洪水，希望当地的群众个个都能平安吧。点个订阅，咱们下期再聊。